富豪家族宣布，我和乔瑟琳·福斯特，谁先为亨特家族生下长孙，谁就能继承亿万家产。上一世，乔瑟琳听从父母安排，嫁给了身强体健的赫克托·亨特。我嫁给了双腿残疾、性格阴郁的奥利弗。结果婚后不到1年，奥利弗·亨特竟奇迹般站起，我更是怀上亨特家族长孙。乔瑟琳却遭赫克托虐待，精神失常，成了贵妇圈笑柄。我临盆当天，他持刀捅向我腹部，随即抱着我坠下高楼。重生归来，乔瑟琳抢走了奥利弗送来的金色捧花。我要嫁奥利弗。乔瑟琳，你怎么能抢伊冯的捧花？乔瑟琳刚接过奢华的黄金捧花，父亲的呵斥就让她僵在原地。父亲夺过捧花塞进我手里，伊冯，你身体好。奥利弗虽残疾，好歹名声清白。转头慈爱地抚摸乔瑟琳的发顶。乔瑟琳身子弱，嫁赫克托最合适。看着金色捧花与身上的婚纱，我狠狠掐住掌心，终于确认自己重生了。上一世，我顺从父母，让体弱的乔瑟琳嫁给强壮的赫克托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乔瑟琳疯癫冲进产房，尖刀刺向我腹部时的嘶吼：凭什么你能生亨特家长孙，我却要被关进精神病院？不公平！他那一刀让我血崩不止。被他拖下高楼时，乔瑟琳的声音犹在耳边：伊冯，你只配当我垫脚石。此时，乔瑟琳抢回捧花，轻抚金线花瓣，得意一笑：爸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嫁奥利弗。只这一句，我就知道乔瑟琳也重生了。父母劝不动乔瑟琳，为难地看我。我懂那眼神意味着什么。从小到大，我考试成绩不能超过乔瑟琳，乔瑟琳看上的东西我必须让。就连嫁入亨特家生长孙这种事，父母也迅速敲定让乔瑟琳嫁健康那位。既然乔瑟琳喜欢，就换吧，反正亨特家只要长孙。我如往常般温顺地接过赫克托送来的栀子捧花。门外停着2辆车，奥利弗派的劳斯莱斯铺着红毯鲜花引路，赫克托派员工开的普通跑车，朴实无华。戴头纱走向各自婚车前，乔瑟琳看着我，捧花摇头：伊冯，别怪我没提醒，赫克托徒有虚表，我听说他闯子无能。奥利弗可是用了心，送的金花都带着异香。说罢，陶醉深袖捧花，在众人艳羡中昂首阔步。我屏息退后半步。那就祝乔瑟琳得偿所愿。安全坐进婚车后，我仔细检查捧花，确认无误才放松。前世奥利弗送的金色捧花确实奢华，但那束花差点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亨特家的奥利弗根本不想结婚，他在捧花中混入特殊香料，那种能诱发情欲的香气。他还安排人将我送进私密包间，企图毁我清白，以此退婚。既然重活一世，倒要看看乔瑟琳能否躲过这劫。刚下婚车，腰肢骤然被箍住，男子一把将我扛起，快步抱进婚房。门外哄笑起哄：厉害，让咱们瞧瞧这娘们长啥样。薄薄头纱间，我只隐约看见眼前人穿着白色礼服，他淫笑着伸手要掀头纱。我猛地动作，迅速扣住他手腕，头纱比他还快掀起。你不是赫克托。声音斩钉截铁，锐利目光扫过在场男女。众人脸色骤变，眼前男子竟要当众凌辱我，完全不顾场合。我狠狠将捧花砸他脸上，抽出预备的匕首，毫不犹豫划向他面门。鲜血飞溅，男子惨叫：真是好戏。掌声过后，白衣西装男搂着女子从门后走出。他坐我对面沙发，眉梢微挑，唇角噙着玩味。够狠啊！我平静抬眼与他对视。你也不差。看着他刻意松开的衬衫下若隐若现的腹肌，配上这副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是赫克托，我这世的丈夫。前世在亨特家宴见过几回，他总是这副浪荡公子做派，在外风流成性，却没料到这场婚礼荒唐至此。赫克托一挥手，屋内人瞬间退进。赫克托，你不会真要娶这女人吧？
我闻声抬头，目光落在他怀中小鸟依人的女子身上。赫克托不答，反掐他细腰，惹他娇呼讨厌。两人旁若无人亲热。我嗤笑出声，直视赫克托摊牌。赫克托，做个交易如何？你有什么筹码？赫克托懒懒抬眼，似乎对我的话毫无兴趣。我不意外，在他这种权贵眼里，我们这等出身的人不过是生育工具。无论嫁奥利弗还是赫克托，我都不想再任人摆布。无视他轻蔑，我伸手从他头顶往下比划，最终停在他裤裆位置。用你这部分的交易。周围人想笑，不敢出声。赫克托终于卸下桀骜伪装，沉脸挥退所有人。门关刹那，他掐灭烟蒂逼近，粗鲁捏起我下巴。伊冯，说话前最好掂量自己的斤两。3，我被迫后仰，几乎与他鼻尖相触。我能治你的勃起功能障碍。话音未落，赫克托眼神骤暗，虎口猛地锁住我咽喉。我清晰看到他眼底杀意，与其赌不确定的虚无缥缈，不如让带着秘密的人永远闭嘴。颈间力道骤紧，我扒着他手挣扎挤出破碎字句。3天，只要3天，见不到效果，随你处置。赫克托终于松手。那1分钟里，我以为会当场毙命。我敢开口，是因有绝对把握。前世奥利弗比赫克托更难缠，我能留在他身边，只因我对他有价值。我学医出身，这背景前世帮了大忙。但为顺父母心意，顾及乔瑟琳感受，我不能在任何事上抢他风头。无人知我真实医术，只知我花整年治奥利弗的腿，竟真让他好转。但无人知奥利弗也有隐疾。我调理1个多月，他妻子才成功受孕。思及此，我连喘数口气，抓过赫克托手腕诊脉。幸好症状与奥利弗相似，不难治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毛病？赫克托眼中闪过困惑，攥住我手腕。我浅笑扯谎，嫁你前，总得了解未来丈夫不是？实则赫克托的隐疾前世，人尽皆知。当时乔瑟琳用尽手段，始终无法唤起赫克托兴趣。他下药迷晕他，请司医检查，才诊出赫克托勃起功能障碍。赫克托醒后勃然大怒，压下所有消息，将乔瑟琳送进精神病院。听我此言，赫克托瞳孔微缩，心中暗忖：既知道这些，竟没选我大哥。4，赫克托比想象中讲理，我开出药方。药若见效，代价是3天后他需陪我回门。回门日，我在门外等到日上3竿，不见赫克托。沉吟片刻，我独自上车回家。刚进门，就见乔瑟琳指着满屋礼品甜腻道：爸，这是奥利弗和我挑的咖啡，妈，这帝王绿翡翠给您。父母被乔瑟琳的孝心哄得眉开眼笑。见我两手空空，乔瑟琳尖声道：伊冯，你丈夫让你独自回门。我温婉一笑，你丈夫不也没陪？乔瑟琳撇嘴炫出手上钻戒，你懂什么？奥利弗是亨特集团总裁，当然忙。你丈夫？空有股份的闲人而已。透过他抬手动作，我瞥见他袖口下若隐若现的紫痕。奥利弗是极致体面人，前世他身残那段时间性格阴郁难测，每夜都会用各种物件凌虐我。我忍到他腿好转，他才停止折磨。看乔瑟琳此刻幸福模样，我不欲点破，径自越过他走向洗手间。乔瑟琳见我继续无视他，急追而来。伊冯，你丈夫根本没准备回门礼吧？见我无动于衷，他脸色阴沉，将手中红酒泼向我，却因高跟鞋失衡，重重摔倒。乔瑟琳痛呼引父母赶来，他立刻故技重施，每次做错事就倒打一耙。爸，伊冯推我，他说要让我身体受损，永远生不出亨特家长孙。妈，他要害我。哇！我正要辩解，父亲听乔瑟琳三言两语，怒瞪我扬手要扇。丈夫不带回门礼就算了，还嫉妒乔瑟琳，你存的什么心思？下一秒，有人挡在我身前。谁说我没来？